这一次正义使命的2025，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真的是实在强。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如果解放军的海军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最新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正义使命2025这一场军演，全台大包围。中国大陆在这时候秀出了军事武器、秀肌肉，另外一头中俄则是联手挑战美日拒止战略。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场，在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式宣布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在做全台的包围。它是在演习吗？还是回应因为美国在同一时间释出的最新的美国国防部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解放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核弹，接下来可能会破1000枚，东风31飞弹也会部署，加上9个航母在做扩编。第二件事情，这一场军演大家也在看说，解放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秀他的军事肌肉？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会关心的是多款的飞机，还有多款的飞弹、航母，哪一个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哪一个才是解放军的杀手锏？整套的体系又代表着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现在控制台海，俄罗斯的方面则是从这个北方4岛来做压制。那么美日现在它的拒止战略还能挡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来自于今天的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它的发言人正式的宣布了启动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演训的范围包括了全台的各个范围，像是台海、北部、西南、东南、东部等等。那么演训的内容，它这边当中提到了，包括了海空的战备警巡、夺取综合治权、要港要域风控，还有诸多种的联合突袭等等。这是同一时间，是巧合吗？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发布了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了说有关于大陆的核弹数量，他说在2030年将会正式的超过1000枚，包括现在他们也提到了蒙古的边境发射警群可能部署超过了100枚的东风31洲际弹道飞弹，直指美国本土。那么中方还计划再建造6艘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35年总数量将可以达到9艘。这是美国的军力报告当中，他们也特别提到，担心在空中解放军的战力也在持续的扩张当中，不管是这些隐身战机，或者是陆基5代战机，或者是舰载电载机等等，加上改装运的这个20B 的反隐身预警机，都是美方所担忧的。大陆同时间也在这边公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歼20A 隐形的战机，疑似挂载4具大型的副油箱。好，这个是有关于空中战力的部分。报告也直指了中国对台接下来会有4种的作战的策略选项，包括第一个是不开战，直接做胁迫；第二个是火力打击，还有第3个海空封锁，跟最严重可能会到登陆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这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到底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美方做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解放军跟习近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刚刚提到了多种武器，不管是歼20航母、1000颗核弹、东风系列飞弹，哪一个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真正的杀手锏？委员怎么看？我们看这个问题，我来做个比喻哈，就像鸡蛋，台湾就是蛋黄区，日本、美国是蛋白区，这个就是解放军在演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台湾是蛋黄区呢？因为所有问题因为台湾而引起的，不管是台湾自己要引起，或者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要引起的，台湾都是蛋黄。蛋白呢，就是日本以及会来跟日本协同作战的美军，或者是日军跟美军协同作战。不管如何，大概就是美军跟日军大概只能到蛋白区，蛋白区范围很广，一直到关岛都有可能。那我们就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演习？这个演习当然比上一次利剑演习强度稍微高了一点，
但是这个演习呢，也是直奔这个裴洛西。那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有没有飞弹飞越台湾，像上一次一样，会不会有更密切的火力，那么经过台湾，还是只是在外围24海里外有所动作？这一点呢，明天就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解放军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做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昨天结束，所以他今天早上7点半宣布演习，把演习的规划海空域要怎么管控，做了一个对外的宣布，所以飞机以及船舰不可以进入这相当的一个区域，那有一个区域可能要做火力演习，所以统统要避开。那我们问的问题，他在表达什么讯息？第一个，我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在表达不满。那第二个呢，应该是在对于这个高市早苗以台湾为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在台湾北部进行这个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所以很明确的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日本知道说你要介入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尽管解放军有这些动作，那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于说，北京是不是有拿定了政治的决心，要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解放军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演训，演训完毕就回家吃晚饭。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的军演，包括针对了美国、针对了日本、针对了台湾做了一个警告，包括多个有关于军售上面的一个警告。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小舰长怎么看？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多款的武器，不管歼20航母、千颗核弹、东风系列，哪一个是接下来需要做担心的部分？每一个都是，而且当他们形成了体系化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难防御的部分。我们从印巴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形成体系化，那可以长短互相弥补的话，那其实不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东部战区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话，其实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他最早公布的是相关的一个作战区域，8点钟他公布了说，他要进行这个快速机动立体布势以及体系风控。我刚刚一开始点出来的就是体系风控的部分，然后他在11点20的时候，他又再做一次新的，也就是检验了一体协同、夺取治权能力。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来看对比上一次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峡雷霆的部分的时候，它只发一次。为什么这一次2次发的这么琐碎？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也就是临时中央军委一下命令，他就必须做到，所以他只能够依据现有的状况来进行发布那到底人启动的部分呢？我们以前也就多次提到，其实它也就是类似像第2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集结，会有增厚，那其实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增厚的部分。那如果讲到体系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出动体系化？如果我们看今天早上相关的Flight Radar 24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来讲已经出现了2架无人机在我们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位置。那另外还出现了运8反潜机，也是在这个高屏峡谷这个位置。这个高屏峡谷指的不是陆地上的，是海面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向西延伸的话，就是我们海军的反潜第6区。那为什么他们立刻就位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在演练，如果台湾的潜舰如果出动的话，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封控？那我们现在大家讲到的都是这些歼20东风31或者是
无人机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总统他每一次在做海外的一个兵力展示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来看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我们如果看到1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黄色的就是辽宁舰的部分，然后12月21号我们已经看到2艘，这个是青岛的海军基地啊。那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一艘，其实也就是后来从三亚北上的这一个福建舰，可是现在只剩福建舰了，辽宁舰去哪了？辽宁舰已经出发了，那它去的位置其实我们还不能确定啊。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郑源老师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一次应该会有实弹射击。为什么会有实弹射击呢？因为只有在2022年那一次环岛军演的时候，他将所有的这一个区域都提供了经纬度。那其实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也提供了经纬度。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联合利剑，那个对我们来看它的公开资料的话，其实都没有经纬度的。那这一次有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有很多想法是说可能会打导弹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2019年到今年的93阅兵，解放军在做的是什么？解放军其实主要的就是拉出它的PCH-191的这个远程箱式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我们来看，这个前一次的这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2022年8月的那一次，其实远香火就有进行试射，而且远香火正好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这一份报告是出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不是一般坊间大家的捕风捉影。那如果说现在在东南有这么样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飞越？那可能对于台湾人心造成的震慑，是会更大的哦。另外，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PCH-191那个远香火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还有 PHL-03这一颗飞弹，其实可以对应台湾的西岸，因为它的最远的距离可以到达150公里哦。那但是它不会攻击陆地，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攻击海上的目标哦，那个就是超远区的部分了。那我们现在讲这样，其实也就是上一次今年在做这个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那个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于那国防部会不会公布？而且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所以那个有关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那如果日本不公布，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解放军本身他每一次都没公布，那他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好，谢谢小舰长。我们刚刚是针对这场军演，特别就它的军事武器的细节、军力战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这个战线我们现在也扩大来看，因为现在也在看说，不只是台海这边看起来危机之外，其实把中俄的角色也加进来，能不能包括了针对于美日可以做到一个区域拒止？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因为俄罗斯也最新宣布了，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呢，会在北方四岛周边军演，而且时间会长达2个月。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本是立刻强烈的抗议跳脚。那这4座岛屿，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有国后、色丹、石舞跟泽捉这几个地方，日本把它视为是北海道外围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说自2战结束前是立刻他们就派兵占领，所以这个是他们千叶群岛的一个部分。俄国外长在此刻拉夫罗夫也特别跳出来说，如果台海升温，莫斯科绝对站在北京这一方，一边是中俄，一边是美日区域拒止，还管用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其实，在演习当中，校正一直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校正是一个艺术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后顺序来看一下哦。昨天蒋万安才当天来回做了所谓的双城论坛，
那今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到消息了。接到消息完之后还没有太明确，10点钟那个消息就非常的明确了哈。解放军现在已经说了，针对台湾的东西南北，总共会有所谓的5大实弹区。那这个5大实弹区呢，这次特别标线的叫无限高。同时，他也把区域方块全部画出来哦，就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呢，有限航有7个空域，有7个空域。这7个空域呢，所有的飞机是不能够进来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进行演习。所以第一个国际的一个道义，他有去履行到哦。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头去谈另外一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就如同刚才舰长所说的，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为什么是环环相扣呢？第一个，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要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那个很多的工厂，其实国外有去破解哦。他们看完就是说，天哪，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做手机真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就从商用开始，很多部分开始去转军用了。那这次呢，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所谓的一个威慑？我们要持续再来说。但最近其实两岸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两岸是不平安的呢？有很多的一个议题，这个我们也不再跟各位谈了，因为这当中谈过太多了。但现在重点是什么呢？现在重点很简单，现在重点就是一方我就是要一直增加我的武力，一直增加我的战舰，一直增加我的军备，我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就是我无论从美国阿拉斯加延伸下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我要把这条线给堵起来。那为什么堵起来呢？因为关键中的关键是，如果解放军的海军，今天不管是他的航母，不管是他的动武武，不管是他的潜水艇，越过了第一岛链完之后，各位没完没了了。各位晓得太平洋有多大吗？太平洋比7大洲全部塞进去都还要更大。所以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可是完全找不到之后，开始往前走，走完之后，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2025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解放军无论怎么发射飞弹，洲际弹道飞弹怎么射，往内陆射，往蒙古射，往青海射，往新疆射。这是第一次，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沿路飞到了关岛之后，往北飞到后面，各位飞到哪边呢？他特别有通知美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说我是知道的。他飞到了菲律宾的东方，他一趟路下来，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它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正在对话当中，还好目前是校正，还好目前这个是演习。可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说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成真的时候，全世界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那当然，现在解放军需要一场演习。为什么需要一场演习呢？因为最近包括了日本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了台湾的军售，很多事情他要做出回复。可是演习是对中国军方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后面有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来说。但中国的造船、制舰、制飞弹的能力真的是实在强。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
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哎，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还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壳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
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越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上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真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比较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
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对。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和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5大区，你停到第1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区域。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2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
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中美之间的这一场军事之争，我们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6代机，尤其是大陆的6代机，这个歼362号机这一次大改款，被视为是一个急速的进化，力拼2031年要成军。那么中国的6代机能不能横甩美国4年以上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美军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紧张了，因为呢，大陆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机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大家看到说上面这一次不再只是一个小修小改而已，而是一个比较具有结构等级的大改款，所以被外媒这样子做评论，他认为是明显的它的进度远远的超出预期了。今天有3个关键他们大升级的点，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等一下会请将军，因为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名词，等一下请将军带我们来看。升级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气道，这是第一个。第2个事情是它的发动机的喷管也是大升级了，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状态下维持它的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试飞也变得更快更好了，1年内至少2架原型机，并且说已经进入到工程的验证加上结构筛选的一个最新阶段了。这是有关于这个歼36的进度，6代机。另一方面，美国呢，它的6代机 F-47，我们来看到，虽然喊说2028年会做首飞，但是现在看起来完整的外形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布，所以呢，专家是这样评论，认为说中美之间战机的世代差距现在已经逐渐正式的被打开来了。歼36第2架原型机外形确实是跟第1架还是差很大的，所以我们会认为解读会不会像是过去歼35那样走1机2型？那么量产前后的整体调整跟未来的战力，将军怎么评估？我认为它有一些改版，它第1架出来的时候经过试飞验证，它可能在气动力这一方面，还有推力这些方面呢，是有一些问题，然后来做调整。所以你看它的发动机的喷口，它已经让它凸出来，为什么？让它的推力，让它喷出来的气流更顺畅，那更有推力，更产生推力。所以这个时候，它把这个后面的发动机变成绞型发动机，让它推出来一点点。它是这个样，然后进气道呢？进气道它让了气流能够平顺呢，它把它做了一个设计的更流线，让它进气的时候更能够吸更多的气，然后进入燃烧室，然后燃烧喷出去。所以它这个在推力优化，它做了这个。我们讲到它推力的推力这方面，跟飞机的航程还有最大的速度是有关的。第2个，我们来看，因为歼36啊，它没有垂直岸地面。我们看了美国 F-22，美国的 F-35。都有，中国大陆的歼20也有，中国大陆的歼35也有，但是歼36没有。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飞行的时候会有偏侧滑的现象。那侧滑的现象呢，我们有一个 damper， 那个叫做辅助器，会帮你做校正。它这个电脑换算非常的快哦，大概每1秒钟就大概换算100万次，给你做调整。它的动哦，让你看不出来，但是问题让飞机能够平顺。但是问题是可能。它在试飞阶段可能有偏侧的现象，那有偏侧现象怎么办？把这个我们知道了，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个翼尖，左翼尖跟右翼尖，你看它凸出来了，是它让它不会有在高速状况下不会有偏侧现象。你看那个飞机里面那个针球仪哦，它不会摆动，不然飞机的话就是很稳定，这样稳定。因为摆动的状况之下，因为电脑换算还是有毫秒、微秒的时差，还是会偏侧。那经过这个在翼尖的这个垂直岸地面的辅助器之后稳定了，因为它把它抓准了，那又没有垂直岸地面，又有这个垂直岸地面的功能，我认为这是它加大的设计，是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认为它的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机型哈，尤其是机翼把它优化，优化变成气动力最佳化。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歼36，它将来的如果
要生产量产的话，它经过这2次，这第2架也是原型机，原型机一定做测试，不是量产机，量产机还没开始。那量产机完毕之后啊，才开始要训练，才能够完成 IOC 初级作战阶段。初级阶段的时候，经过种子教官培训出来更多的飞行员之后，才能变成达到 FOC， 变成全作战阶段。这个就表示这个成军了，可以列入作战序列了。所以它这有这个等次。那现在的只进入这个第2架的我们讲的测试的原型机，量产机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大陆它是稳扎稳打，它不要冒进，它稳打。那我认为歼36这个大量推出来之后，可能就要关掉歼11B。它就不生产了，歼11，那你要关掉个生产线了，歼11B 它不生产了，因为歼10C 还要外销，但是歼11B 它可能就不要，那来把这些所有的生产线来做歼36，所以这第6的战机可能在2、3年后就会形成作战的能力。好，2、3年后形成作战的能力。那我们来做假设，一旦真的成军，接下来对于第一岛链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请教杨老师。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国来做一个相比，因为现在外媒也推估美国的6代机落后大陆3到4年，2个问题，老师怎么看？美国人自己推测2028年6代机可以这个成型量产，现在看起来是倒过来，是中国大陆的2款6代机，说不定在28年能够量产。美国到目前为止，它的6代机还真的连楼梯响都还没有听见。我们看到原先的设计图推动了一阵子之后，又打掉重来。不过，川普还是坚持要做 F-47，因为他是第47任总统。可是两边的6代机的相比较，我觉得这还要时间去验证。那但是呢，美国的6代机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它没有跟别的国家的合作，所以到后来它如果要出售，或者是跟别的国家的合作，看起来不是这个方向。因此，它做好之后，你现在如果讲到第一岛链，它会不会卖给日本、卖给韩国，像 F-35或 F-35B 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日本、韩国愿不愿意去买这个美国拖延了这么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机，那去跟谁打？我觉得日本、韩国可能也不这么愿意。可是，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看到整个从5代机、6代机在这个区域战区的数量上，以及作战的这个效能上，就很清楚。像上次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凌晨2点钟开记者会，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雷达照射，那是呢歼15跟 F-15这2款机就差别很大了那歼15这个 F-15小泉，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主持人拿那个手套，他大概只能拿那个手套，看着手套说要冷静，要冷静，不然我会被打。他其实是非常不冷静的，那手套大概都撕了。所以呢，你这个飞机的差别就代表着你这个战争的胜负嘛。你现代的武器、现代的军事就是如此。如果中国大陆在有6代机、2款6代机，如果都能够量产，而去支援在这个区域的5代机跟这个4代机、4.5代机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那对于区域的拒止能力更会加强，以及在区域的制空能力上绝对会主导。而美国这个时候呢，6代机可能还在工厂里面设计，还是在制造之中，不知道。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这个，我们刚刚比的是战机嘛，那我们现在也不只是比说这个战机的性能跟它的设计，也来比整体的这个工业体系。今天关心的2个公司，第一个是沈飞，第2个是成飞，也动起来。沈飞，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2022年他们打造的这个航天城的部分之外，2024年他们更是正式的进军在低空经济。那成飞呢？成飞则是一天征地200多亩，说要打造空天装配基地，做战机也要做衔接航天、货运航天飞机的浩龙计划。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歼36多大的这个研发跟量产的优势？美军还在画大饼，中国已经试新机，6代战机谁争锋？东方巨龙已腾云。那到底大陆强不强？我们要听美国人怎么讲。好，那当然了，美方他可能会刻意的放大来凸显美国自己要更加的努力。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司令马克·凯利将军，还有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多次在听证会和内部报告当中都说，美军现在落后中国大陆，而且有3个扎心的现象。第一呢是进度恐慌。
因为大陆已经先做出来了，我们的还在研究阶段。大陆在第6代的战机研发上按部就班，甚至在某些子系统的迭代超过了美国。所以美军内部报告警告，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权项目再因为经费而延迟，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钟而不姓美了。而第二个是成本的恐慌，因为在美军制造这第6代战机单价就要3亿美元，哇，这是在打造黄金吧？那中国大陆呢？虽然价格没有公布，但可想而知，经由工业化跟体系化的量产，一定成本是比美国还要来得更加的低廉。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最大的优势，就不论发明什么东西，最后都有机会变成白菜价。而再来第3个是技术迷航。就当美国还在搞优化，中国大陆已经在搞重构了。美国的空军参谋他说要暂时暂停，并且重新评估 NGAD 次世代制空权的项目。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本来美国自己研究他们想象的6代机长什么样，结果发现呢，中国大陆想的六代机，而且呢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们想的更好。这个表示大陆在6代机的制定标准上抢占了话语权。而且呢，提到了陈飞跟沈飞的大动作，这才是让美国人更害怕的地方，代表中国大陆军工已经进入了完整的体系化跟集群化的战斗模式。首先，空天一体，陈飞呢要搞航天城，不仅是做战机连货运太空梭浩龙都一起做。这表示未来的歼36可能不止在平流层飞，它随时可以跟外太空的卫星、轨道器进行降维连线。甚至呢，产能我们说几百亩地砸下去，这个不是为了种菜，这是为了要自动化的装配线。所以美国现在造一架飞机，感觉像是在绣花，慢工出细活因为它确实慢。但是中国大陆未来造飞机，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钞票，一旦成型，就是铺天盖地的数量优势。所以大饼画的再圆，也飞不上蓝天；PPT 做的再美，也挡不住歼36的闪电。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